一场精彩的对决即将引爆。谋划出击，旗开得胜，所有喜爱对弈、西洋棋和头脑风暴的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打给贺！欢迎您透过中华民国西洋棋协会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以及 Hot Sports 跟这个动之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加入到我们今天114慈惠杯全国西洋棋锦标赛的转播现场。今天现场呢，我们在新店区的大丰国小，非常的热闹啊！小选手、家长们，所有选手都非常踊跃的来参加。那好的棋赛要有好的讲解，所以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西洋棋协会的教练，同时也是我们国家的 A 级教练跟 A 级裁判，对于这个西洋棋基层推广跟教学都不遗余力的岳微博教练。岳教练早安。各位大家早，主播早，早安。还有我们的台亚卫星团队以及我董金桥一起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奖评哦。那教练，我们都说这个慈惠杯从2004年办到现在啊，对，其实也10多个年头了。那今年20多年是对。那您看今年这样报名的状况啊，然后选手的参与程度跟踊跃的情况，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从中华民国西洋协会2004开始成立开始，那个时候人数玩西洋棋的下西洋棋的人数是非常少的，大概30-50个这样子一个比赛。那我们慢慢的每一个地区慢慢就扩展，就是说我们需要老师啊，对，教练啊，我们就有栽培一些 C 级教练，重新开始比较普及嘛，就比较为了推广。那现在慢慢，我们各式各样的比赛，我们都现在在把它办得越来越棒。那北中南都有，那各的棋院也都有现在的派选手出来参加比赛这样子。那更重要就是我们跟国际接轨也越来越近了。我们从2006年开始就是正式参加那个奥林匹克团体赛，就是每2年1次的。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派队了。那我有很幸运的参加第1届跟第2届，我们台湾的。因为2006年之前我们是还不允许去的，因为我们是很新的一个 federation，对，这样子。对，那今年哦，其实我们的组别也非常多。我们看到从幼儿组，然后国小的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到国中、高中公开，甚至还办了一个家长组啊。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程度最高的公开组等等。那各个组别今年的报名状况跟选手的程度，你觉得这么多年推广下来，每一年进步的情况怎么样？好，进步的部分的话，我相信我们大家从之前的国际成绩，我们台湾派出去的成绩慢慢看的话，进步的是很明显的。我们现在积分的话，之前是从可能很低的积分开始，比如说1300到1500，现在我们台湾都已经有2400了，有2400、2300。我自己本身也是之前2100多，我是台湾第一个有积分的，也是在2004年在国际上拿到的。您是这个先驱，是。是。那今年的这个，我们待会要即将进行的转播的主台，就是我们公开组的这个部分。对。那今年公开组其实有很多选手，当年是您的学生，这样教学这样。那您对于今年公开组有什么看点，可以跟观众朋友先分享一下？公开组的话，你会发觉这次的话，可能至少一半的话，其实搞不好都没有18岁哦。他们都是在之前的那个年纪比较轻一点的。是。各组都拿过冠军，都好几次冠军，想要挑战公开组。所以就天分在很轻的时候就已经努力、天分，对，运气也有一点啦。这个要对。好，待会随着我们比赛持续在进行啊，我们再跟这个岳教练请教更多棋的话题。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西洋棋的文化在西方其实已经发展非常久远了，但跃升到所有这种大众视野啊，其实跟几年前 Netflix 推出的这个《后翼弃兵》这一部影集，哇，当时推出之后，不管当然是女主角很漂亮，然后整个剧情的描述跌宕，可是也让大家看到了当年他们这种作为专业棋手、职业棋手，他们这样全球征战的这个感觉。那这个影集推出之后，您觉得对于这个整个我们台湾的棋圈有什么样的影响？直接讲，女生报名就是上课，不管是线上还是棋院，几乎
跟男生快拉平了。OK，因为他们看到因为本来西洋棋之前的话，大部分其实80%-90%都是男生在比啦，因为男生的或许他们的风格就是比较冲啦，就是想要 sacrifice， 想要气啊，想要攻啊。那女生的话就是属于比较思考型的啦，我就是要比较小心一点啦，这样子。那我现在看到了，而且我之前想要在 Amazon 订一些西洋棋的书，还有西洋棋的棋盘，都订不到了，全部都订，就是大概就是那个 Netflix 的时候。是，所以确实带起了这个全球的西洋棋的这个现象。是，那我们也期待这样子的西洋棋的热潮能够持续在全球，甚至在台湾然后继续帮助我们基层这个西洋棋的人口越来越多，是，这样大家的程度才会上来。那想跟教练请教，当年这个慈徽杯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典故呢？这个慈徽杯其实是我们家人的 family 的它是一个幼儿园，它是个幼儿园以前很久以前，大概有30-40年了，是一个幼儿园叫慈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比赛一直就保持下来，叫慈徽杯。有一段时间就是有有一个菲力慈徽杯，但是菲力现在就是在慈徽，它是在那个慈徽的那个场地，现在其实没有慈徽了，现在是叫菲力。那菲力以前有赞助，所以是菲力慈徽杯。那现在又变成慈徽杯了。OK， 所以也算是一个精神的延续，这样是。那今天的杯赛呢，除了就是做西洋棋的大家的切磋跟推广之外，其实也是攸关到我们的这个国手资格，对不对？是国手资格，给从幼儿园一直到这个高中组。因为这个公开组的话，它是必须要进到选拔赛的决赛才有，不会像8岁到18岁进到复赛就有资格出国。对公开组的话，我们讲18岁以上的话，就是必须要比到决赛。对。好，我们的这个第一比赛台现在选手已经准备就位，我们稍微进一下场地整理。待会回来呢，我们就带您看今天礼拜天我们慈徽杯的第一场较量会有什么精彩的开局。观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来吧，看看我的新招式。你不管用什么招式，还不是输给我。嘿嘿，这场我一定赢的啦！Checkmate， 这局我赢了！嘿嘿，看你要给我后还是送我城堡？我都不要。你还是会送。西洋棋不只是棋盘上的对弈，它也是一场智慧与想象力的过程。每一个棋子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独特。玩西洋棋呢，走着走着，我们会运用到逻辑、策略与创造力。对小朋友来说，这是一场游戏；对大人来说，这是一场思考，一场修炼。而最美妙的，这一盘棋成为一家人共享的时光与语言。西洋棋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盘棋，是一场挑战。每走一颗棋子，都像是一位小勇士，在心中思考布局。输了不哭，赢了不吵，因为下一局还有更多可能。嘿嘿，你的马被我撞死了。啊，我完蛋了！那我吃你呀！我先跑。那我冲。那我再跑。那我冲你呀！再跑。那我 checkmate。一盘棋开启了我们的距离。西洋棋不只是竞技，更是连结。在每一次对弈，
我们学会倾听、陪伴，走进彼此的心。来吧，看看我的新招式。你不管用什么招式，还不是输给我。嘿嘿，这场我一定赢的啦！Checkmate， 这局我赢了！嘿嘿，看你要给我后还是送我城堡？我都不要。你还是会送。西洋棋不只是棋盘上的对弈，它也是一场智慧与想象力的过程。每一个棋子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独特。玩西洋棋呢，走着走着，我们会运用到逻辑、策略与创造力。对小朋友来说，这是一场游戏；对大人来说，这是一场思考，一场修炼。而最美妙的，这一盘棋成为一家人共享的时光与语言。西洋棋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盘棋，是一场挑战。每走一颗棋子，都像是一位小勇士，在心中思考布局。输了不哭，赢了不吵，因为下一局还有更多可能。嘿嘿，你的马被我撞死了。啊，我完蛋了！那我吃你呀！那先跑。那我冲。那我再跑。那我冲你呀！再跑。那我 checkmate。一盘棋开启了我们的距离。西洋棋不只是竞技，更是连结。在每一次对弈，我们学会倾听、陪伴，走进彼此的心。来吧，看看我的新招式。你不管用什么招式，还不是输给我。嘿嘿，这场我一定赢的啦！Checkmate， 这局我赢了！嘿嘿，看你要给我后还是送我城堡？我都不要。你还是会送。西洋棋不只是棋盘上的对弈，它也是一场智慧与想象力的过程。每一个棋子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独特。玩西洋棋呢，走着走着，我们会运用到逻辑、策略与创造力。对小朋友来说，这是一场游戏；对大人来说，这是一场思考，一场修炼。
而最美妙的，这一盘棋成为一家人共享的时光与语言。西洋棋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盘棋，是一场挑战。每走一颗棋子，都像是一位小勇士，在心中思考布局。输了不哭，赢了不吵，因为下一局还有更多可能。嘿嘿，你的马被我撞死了。啊，我完蛋了！那我吃你呀！那先跑。那我冲。那我再跑。那我冲你呀！再跑。那我 checkmate。一盘棋开启了我们的距离。西洋棋不只是竞技，更是连结。在每一次对弈，我们学会倾听、陪伴，走进彼此的心。好，棋盘上的较量呢，即将要展开。我们的这个第一比赛台呢，马上要来进行的比赛哦，就会是由陈永豪选手来对上杨宗儒选手的一场较量。那待会呢，我们来看看两位选手会怎么来下这个棋。执白方的是杨宗儒，执黑方的是陈永豪。好，那这盘棋就开始了。对。白方走马 F3，出马，先出马哈，双方都没有先上兵，都先把自己的骑士给复活，先占中心啊。白方先出马再走兵，这个开局的话比较少见一点，因为通常我们比较见的都是E4跟D4， D4跟D5做一个兵冲起来了以后，这个主教这个象就会发挥作用了，这样子。那白方的话是选择先出马，然后再走兵，这也是可以的哈。好 ，sorry， 来把这个删掉，来，好，黑方走 B6。B6的话，想法就是黑方可能把这个象放在 B7的斜线。那我们这个象放在斜线有两种名称，英文叫 fianchetto， 好，这个叫堡垒象或是斜眼象。只要有这个兵 B6， 对，只要有这个兵 B6， 就是把象放在长的斜线。好，白方控制中心，这个第5点哈，然后黑方出象。就是我刚刚讲的象再放在最长的斜线，所以双方现在都先把自己的一个骑士跟一个主教先调动出来哈，想办法来这边是线。象，这边是象，抱歉，对，象 B7没关系，我们再摆。然后白方短一位，那白方的王就安全了，对，白方有入宝又短一位，是。那黑方的话。一个象走出来了，那就是下个象要走出来，所以黑方选择E6，暂时把这个象堵住，然后这个象就开了。好，继续，然后白方走D4，黑方走象E7。那这个阶段呢，我们还是在开局的部分。好，西洋棋呢有分成3大块，开局、中局跟残局。开局的部分就是要控制中心，还有就是要出子出子控制中心，基本上就是把兵放在中心。那出子的部分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样子，这些轻子要出。好，轻子是什么呢？轻子就是马跟象、主教。重子的话就是后跟车。对，然后白方出马，黑方短一位。对，双方都入宝了哈，把自己的国王先放到这个3名兵的后面做一个保护，对，这个很重要。大家都知道王应该是最重要的棋子啦，因为你这个王死掉，你什么子都没有了。对。那西洋棋有意义的就是任何子都可以把它弃掉，我可以 sacrifice， 我可以弃掉，但是你国王是不能弃的，国王没有了，你这盘棋就结束了。好，白方走后E2。现在双方都还在布局的阶段，蛮保守。目前都还没有第一个被吃掉的棋子出现。
都还没有，对连兵都还在，是8个兵都还在，没有任何的一个交换，没有一个交换。对，黑方刚刚把兵冲到上来，第5，对对这步棋白子的主教做一个表态，所以他做了一个后撤。抓象，我们就讲抓象走象，抓马走马，抓后走后，抓车走车，我们就会这样讲。所以现在的这个象被抓。其实刚刚呢，白方可能已经有计划要冲1-4跟1-5了，占更多的空间。白方的兵往前冲，因为后在1-2，马在C3，是可以控制这个1-4格。这个1-4格，这个格很重要，所以黑方马上阻止，黑方马上走第5。你这个冲不起来了。对，一方面，一方面，对你讲，来，是让2侧给控制住这样子。对，一方面是控制这个格子，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我现在是抓象，我先手抓象，我主动吃你的象，所以他要做一个退吧，我想，因为你往前的话，你可能还是会被抓，还是会被再抓的，所以我们就退，退到这边是正确的，好，用自己的其他棋子来做保护哈，不然刚才那个如果镜像的话，就是它等于是一个孤在左边的上方，没错没错。那这个象在D3的话还算不错，因为它的斜线你看得到，控制区域蛮多的。H7点，H7点是一个很弱的一个点，因为是在国王旁边的，所以把象推到这边是 make sense 的啊，就是有道理的。哇，好，我们现看在这一手想了比较久。现在换黑方，对。黑方这边的话，基本上他左边现在都还没有调动出来，会不会？应该就是这个2个计划。这2个看。对，就是把开局的话，就是尽量把所有的子都把它走出去，是把它走到凶的位置。没错，对，就是要出子。你越靠近中间，你的那个步威力威力比较大，是你才能活化它哈。是，所以这边的话，应该马 BD7是一个很自然的棋，然后也有这个C5的这步棋突破哦，这个叫突破，兵跟兵。对，看要不要做一个表态。对，短兵相接，先让这场棋的第一个杀棋出现哈，不然至少要对查。你看他直接冲了，直接冲C5，是也是可以的。因为你不冲的话，你没有突破点的话，基本上你的子都被卡住。你看这个象其实被卡住，有没有？这个被卡住。那这2个车你会发觉也都被直线都没有，卡住了，所以一定要对子。所以这个对子的这个技术也很重要。好，对子。那现在就看杨宗儒要不要跟他互换了。是啊。然后各位要是仔细看的话呢，这步棋威胁非常大。你们看看，要是黑兵要是再往前冲的话，会怎么办？那个会怎么办？那个象可能就不保了哈，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撤，没有地方可以走了。我们就讲象被抓死。好，所以他的象一定要处理。他先把皇后往左移一格，为象保留后撤的空间。这个叫腾格。我们把这个1-2格，腾出来，1-2格腾出来，所以就后第2，后第2，对。假如抓的话，就可以推到1-2，这样子安全。那局面的话，差不多啦，我要这样讲。可是感觉黑方已经很不错了，因为黑方的2个象已经感觉比白方好了，尤其是这个象，你们看一下这个象。对，他卡的位置很尴尬，太被动了，对，被卡住。对，这个可能跟出子的有关系。对，出子不是在最协调，不是用最好的方法出子。好，那现在就看D4兵要不要来做一个互换了。对，然后今天假如这个兵吃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 C 线就大开了，就半开放线了。是，对，只要一条直线哦，这个叫直线。直线要是有1个兵拿掉的话，我们就叫半开放线。这条直线，假如2个兵拿掉的话哦，就是白方跟黑方的兵拿掉的话，那就是完全开放线。那我们的城堡这个车最喜欢的、最爱的就是要通线。对，所以这边对兵的话，
也是一个好棋。哦，他出了一个城堡前的兵，还是不继续，双方中线就是先僵持在那边，他又得空间，等一下你看，又可以往前冲。他想要黑方想要兵往前冲，一直压对方，压对。上兵来做一个爆破哈。好，最后一步走完 A6。那时间我们这边看不到，11分钟比10分钟好，差不多。我们今天的赛制是比15分钟加3，对，15分钟一个人，然后3秒 delay。delay 的意思就是说3秒不会扣时间，是。因为另外一种制度就是 bonus。bonus 的话就是你走按了钟以后，它时间就啪啪啪啪啪，就是会上去。好，他开了一个车，对不对？一个城堡开车。好，他压的话，这个象就有2个格子可以退了，看他退哪里。好，摸了象，退第一格。好，退到这里，所以我们把象走到这边。好，你看，对，继续推兵哈。后羿，这个叫后羿。西洋棋的话呢，基本上右边是王羿，对，王羿 king side， 这个英文我们讲 king side， 这个叫后羿，因为有后的这一块，这个是后，各位好不好？观众，这个是后，然后这个是国王，对，这个是国王，好不好？我闪的这个，好，所以他在发展后羿。我们现在看到陈永豪的这个后羿端的兵子你看它呈现一个雁形，一个 V 字形的一个公式，所以每一个都在保前方的这个位置，是互相保护，一个 pawn chain 连起来的兵。然后各位会发觉这个字很有意思哈，这个是 V 对不对？这是一个 victory 的吗？好，那你看白方没有让黑方再往前冲，白方直接突破，是不是这一步？马上要跟这个兵要做个表态了。对。好，那这边他把象上来，这个局面开始有很关键了，各位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马E4，好，你们看一下，现在发生什么事情？没有看懂的不是问题，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是，这个马刚刚跳下来，在抓皇后，对，也在抓这匹马，所以一个子攻击2个子，是抓后抽马对，抓后跟抓马。那象是不是也在抓？对，哇，那就，所以你看现在怎么办？现在这个后要动，它动回来这边，对不对？对。好，那马是不是就吃了？对。好，所以这个就是黑胜4的局面了，是黑赢的局面了，因为黑方多子。黑方多子，然后双方又做了一个，而且刚刚是强迫的，没有办法防守。象换马，然后再象把象给吃了。对，所以现在白方损失了1马1象然后他的城堡还被威胁，而且是2个城堡都被威胁，所以少1个子，然后再被抓双。哇，对，突然的，对，因为那个后羿刚刚一直发展，白方可能稍微没有顾到，所以。好，这怎么办？你动一个车，我就吃另外一个车，2选1，对，这就没办法了。这个象虽然待会可能会被牺牲掉，但是他已经吃了一个马，然后接下来还要再对车2选1所以这个象已经是价值发挥的很有价值。是，我提醒一下，国王这个是无价的那皇后是9分。那他走了什么呢？他兵吃兵先，好，这个不会改变局面。他可以随时吃一个车，或是把这个兵吃回来，把兵吃回来。对，这个随便他。看一下陈永豪怎么选是要先把兵给吃掉，然后继续用他的主教来牵制对方的2个城堡，还是说先做一个换手？也可以考虑用这个兵吃，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象可以打开了。对。好，看一下他有没有观察到他用怎么吃。有，果然对，跟尤教练讲的一样。好，这样他的白格主教就畅通了。对，然后你们可以发觉他是有在攻击 F3，还有 G2。
那等一下要是可以用这个后来配合这个象的话，那白方就会有更危险了，会更危险了。对，这些箭头，这个是做教学用的，我们这个箭头，对。那西洋棋棋盘我们会看到有64个格子，有从左边的 A 到 H， 所以每一个格子都有它一个名称，这样子。比如说这个格子叫 A1， 对，这个叫 B1， 这个叫 C1， 这样子。对，这个也是你们要是在正式比赛看过的话，包括我们这个词汇背景前有人在记谱，他们就是按照这个 notation 啊，这个符号来记。是。那符号的话，每一个棋子的话，其实就是他们的英文的大写。King 的话就是国王，大写的 K， 对，皇后就是 Queen， 所以是 Q 大写。Bishop 的话，主教或是象就是大写的 B， 对。G 的话就是 R， 就是 Rook， 对。那马的话呢，马是 Knight， 但是它的写法不能是 K， 因为 K 是国王，所以要用大写的 N， 对。好，白方走了吗？对，走了，他走了一个，我看他走什么 B1。他把对主宝移到，他走 B1， 对，好，他这边守了一个，那另外一个就要逃了，因为我守了一个，我另外一个就要逃，所以黑方就不能给他逃，黑方就把它吃掉。对，先抓一个哈。对，然后就正常的对皇后吃回来，吃掉它。对，基本上的概念就是我吃一个，你吃一个这样子，但是黑方已经多子了。他现在你看他的攻击，我们说。除了扣掉皇后之外作为主要攻击的3大棋，白方这边现在都已经各少掉一个了。对，少半，我们讲少半子。对，一个车对一个象，车是5分，象是3分，所以今天我吃了你的车，你吃我的马或是象，那我们就说我们多半子。对，那这边除了少一批这个一个车，整整一个车了哈，对，然后还少一个什么？对，就是少一个整一个局，对。那这个是一个白方胜势的局面，白方只要稳稳的下的话，那陈永豪选手拿下这分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对，他只要不要自己犯太明显的错，比如说他把这个后送掉啊等等的错，对。因为西洋棋其实就是在比多子啦，就是谁吃的比较多，机会赢的就比较大。好，他还没有动，对不对？好，把自己的马上到后前。好，他可能要把马调到 F6。对，因为双方刚的这些交战都集中在后翼，现在他要看马可不可以移动到王翼这边去做一些把格局打个变化。是。兵还蛮多的啦，对，兵还有你有没有发觉一开始是有八个兵嘛？对，现在还有各有7个兵，是，所以通线的话还没有很多，对，要把线打开，对，这个2个车就会发挥作用，是，现在对这个局到时候就看。对，黑方现在2个车都还在自家的底线，是，就看他用什么计划了来打开他的局面，打开他的，尤其他的局。我们今天的转播现场其实哇，选手众多啊，小朋友下的棋子跟我们准备给这公开组的棋子是用不一样的棋子，我特别用不一样的，因为要秀出来就是木头的比较更高贵一点的棋，比较有质感一点，对，比较有质感的，对对对。像打这种15分钟赛，在每一手的这个时间的配置上，有什么需要特别留意的？因为15分钟的棋，其实老实讲不算快也不算慢，因为你真的慢的话，国外的慢棋一盘棋都可以下到4个到5个小时。那你真的快的话是 blitz 那种3分钟的，那还有更快的那种子弹棋，那个叫 bullet。15分钟的话，就自己要每一步都要控制时间，你不能说你开局想太久。然后你后面时间不够，你后面局面复杂，那你时间又不够，那就容易犯错。所以大家控制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是还 OK 的，时间是只差大概1分钟左右而已。对，用了大概一半再多一点点。
好，这边冲了一个，把 A 兵哦冲到冲到 A4 格。好，那 A 兵冲起来呢，白方再设个小陷阱。白方希望黑方吃，那这一吃大家看到发生什么事了吗？看一下这个，就啪，对，吃上去了，赚一个子回来了。好，所以 A4 以后呢，肯定不能吃，对，不能吃。那他怎么来保这一个兵呢？那就走向 C6，这是最简单的可以保护。那为什么要保护这个兵呢？因为你们可以看一下，兵在攻击，车也在攻击。简单的讲说，比如说你随便动一步棋的话，那我至少就可以把这个兵吃回来。你看，吃再吃，因为现在没有人可以攻击这个车，所以白方就赚了一个兵。那所以陈友豪选手这边就直接的用象来保护，而且象保护这个还威胁这个兵。你们看一下，可以吃，到时候该黑方走还可以多一个兵。好，所以白方这边就吃了。对，双方进行了一波兵的互换哈。对，然后通线开了 ，A 兵吃，看一下，你看看对兵重不重要？这一对了以后，车就闯下来了。对，上到了 A2 格。对，车最需要就是通线，大家要记住。所以你看有通线了，车马上就闯到这个 A2 格，也就是我们讲黑方的第7线。1、2、3、4、5、6、7，各位看到没有？第7线，好。他现在威胁白方的象，但因为象有一个后在保，但是他可以把这一条路给等于是做出一个威胁，这样子。然后，这盘棋的只有 A 线目前是开放的，所以等一下那些子，我相信都从全部都会掉到这个后翼A 线 A file， 大概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在旁边，在这边要开线的话，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对，也不见得可以。但是这边已经有现成的 A 线，所以等一下黑方可以把子全部调到后翼这边。好，看看白方。好，他把王。跑到 F1，好像没有太多可以动这个王的想法是什么？我相信应该是用王来保护这个主角，就继续在那个格子里面做更多的保护，这样子。对，那这个后就可以去别的格子了，因为你这边要是后被牵制住，对你这样子，比如说动的话，那我就我直接赚了一个主角，所以他可能把王走到 F1，就是可能要多保护这个象再一次这样子。那白方的话没有什么计划，你们会发觉这个也不能吃，因为象守住啊。这个马跳的话呢，我就可以马换掉，然后兵吃上去，你会发觉又开了一条线，给黑方。对，所以白方这边已经还蛮难下的了，主要是因为他少子啦，对，他的子被吃掉了。对，好，那我们他上了 B4。他上了 B4， 对，等下换黑，应该是先后 A5、GB4，然后你看我刚刚讲的，全部都发生了，所有的3个粽子不是端午节的吃那个粽子，粽子也快要吃粽子了，也快要吃粽子。对，我们讲粽子是 major piece， 就是分数高的2个，分数高的就是皇后跟车城堡。对，好，他控制 B 线，是这边。上来 B 做表态那这样子的话，后就被串死了，而且还被你看王被威胁，好，这个后就被串死了。为什么串死呢？因为后面是这个国王，那他这边怎么走的？刚刚他后吃吗？对他后吃，然后再被换掉，好，然后好，这边有个小战术，各位。象打兵可以赚一个兵，你们会发觉象打兵这步棋怎么可能呢？不会被吃吗？可是你们想，马不能吃，因为这里有串珠。你马这一动的话，等于就是送王。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象棋不能送王。好，那王吃呢？王吃的话，那没有人保护这匹马，所以后就可以把马吃掉。对，所以这一步棋是好棋，这是个小战术，来赚一个兵。
转一个兵，你看转这个兵，然后你吃我不能吃，我只能用王吃，那我后再吃。目前是这样。是。现在对于杨宗来说，局面就很难了。很难了。对。好，他把象逃开，不给吃，反抓车。哦，这个象要吃车。好，那我们怎么做呢？要去哪里呢？你们觉得？当然是攻击为主哦。对，他有攻击人家的弱点为主，这样子就下到这边。对，下到了 A2 哈。打这个 F2，要打这个 F2。那这个 F2后跟车，一个我们讲英文的 battery 哈，这两个子在控制 F2，所以我等一下要打下去了。这一打可能马上就有杀气了，因为他的王非常危险。好，他倒王了，他做一个倒王的动作了。他刚刚把王倒掉，那就是认输的。对，认输的情况哈。好，这两位选手的这一盘棋呢，我们看到他们出子都是从骑士开始出，没有上比较传统的这个1-4或者是这个D5的这种开局哈。然后我们看到永豪黑子在做一些策略上面布局的比较深，然后包含这个换子的逻辑也比较好。教练会怎么讲评刚才的比赛？刚刚比赛陈永豪选手就是正常的出子，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弃子啊，或是很奇怪的棋都没有，就正常出子。那他后羿发展的还蛮快的。对，白方那个时候没有注意到后羿被压，对，结果后来就被人家走一个战术，刚刚那个跳马，然后抓后抓象这样子，然后就开始掉第一个子。那西洋棋只要基本上掉第一个子，后面其实就很难了，后面就很难了。对，那黑方就从这个后羿这个 A 线慢慢这样打进来了，这样子。对，包含他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冲兵哦，其实还蛮 aggressive 的哈，蛮 aggressive，兵冲了一个 V 字形这样子。好，这第一场的对局也蛮精彩的。那我们的这个公开组的这个主棋盘，我们稍作人员的更换，还有这个场地的整理，我们待会再回到慈惠杯的现场。
前面啊，或者是在 chat result 手机上面确认一下你第一轮的成绩，然后第二轮的 parent 如果出来，你可以看到的，大家如果有想要提前入座的话也是没问题，我们表定时间啦，第二轮是10:15开始。那第一轮的成绩，大家可以先在网络上看一下，或是到前面看一下，确认无误。第二轮的 parent 出来了，大家就可以先入座。一样，入座小朋友可以学会自己入座，学会自己看一下配对。坐好位置的时候啊，一样家长就可以离席了，可以休息。那我们裁判都会在现场啊，比赛开始之前再核对，我会再帮忙核对小朋友有没有做错。
好，13，欢迎再回到我们慈惠杯的转播现场。刚才经过第1轮的较量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所有这个赛局的整理之后呢，再为大家做这个等于是等级的配合，对，然后来做这个调度。那今天呢，您也可以在中华民国西洋棋协会的 Facebook、脸书粉专以及 Hot Sports 跟动之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呢，收看到我们的慈惠杯转播现场。那如果观众朋友对于西洋棋运动啊这个感兴趣的话呢，其实现在网络资源也很多，对不对，教练？像是 chess.com 啊这些有一些资源啊，这样子对都可以使用。那如果想要再找这个专人来提升自己的西洋棋技术的话，教练有什么可以推荐的？我们管道全台湾应该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这个棋院，那你们可以跟他们联络，然后可以上课，可以线上团体，可以私人，然后可以多参加我们的比赛，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大家多多来比赛西洋棋哦，也可以了解一下现在我们台湾整个对于这个文化的氛围啦，还有圈子现在发展的程度。好，我们待会要在这个 Open 组就公开组要进行的第2轮较量呢，哦，精彩，会是这个对陈永豪选手啊，刚才获胜了。他击败了杨宗儒选手之后呢，他待会要来跟这个菲律宾选手，我们叫做 Darwin Malucio 来进行一场这个台菲的较量。好，对，那这边开始了第2轮，那这个是台湾对菲律宾啊 ，Darwin 是这个菲律宾选手。对，好，那白方走了冲了一个D4，是黑方走了什么？和，哎，等一下。好，白方跳马，这也比较少见。通常来讲都是从 C4 为主。对，他先出马。今天公开组的这个前2轮比赛哦，选手们的开局都跟往常对比较不是那么典型的开局，比较少见一点，没有错，对。黑方在思考，对，要怎么出子？最正常的话，马 F6这个是基本上一定是要先巩固一下哈。对，因为你黑方已经冲了 F5，那这个 F5的话，你们会发觉这个斜线稍微有点漏洞哈，有点被打开，所以马 F6迟早要走的。好，他选择一个 D5，OK，OK， D5，好，白方。又出象 F4， 白方出子是很快的哈，出了2个亲子。对，现在马吕西欧这边哈，把主教调出来，然后自己的骑士也调出来了。而且这象马将来会有这个 B5点，对，然后 C7 来一个将抽的威胁，这个陈永豪选手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陈友豪应该出 C6， 好。对。那这个 C6这步棋，除了加强这个中心之外，它也控制了这个 B5， 这个马就将来跳不进来了。好，他们现在下的还蛮快的哦。瞬间哈。我不知道是E3还是马 F6， 但是顺序的话，至少可以马上顺序，就算我不确定，可是局面一定要是对的。然后这边我看他这个象又动了一次，所以他这边是他上到 G5，对，从 F4跳到 G5，这步棋也不会常见，因为你基本上开局的话，我们出子动过一次，我们就不会再去移动它了，有点小浪费啦，这样讲。对，每一个棋子只要动一次，动到正确的地方就好。比如说这个象在这个斜应该是算不错的。对，可是这个菲律宾选手呢 ，Darwin 他选择了要走到 G5 来串哦，这个是牵制，或是我们讲串啊。而且这个马，不过马后面也有兵在保，所以这边目前可能就会先僵持在这边，看双方在其他的格局怎么打开。看看黑方这个象要放哪里呢？它有3个好的格子，象E7、象D6、象B4。好，但是陈友豪走马 BD7，连环马，然后白方马上马跳进来。
白方的马跳进来。跳进来的话 ，F7点要注意了。我们这边有一个选择是马吃马，但是这个马吃马要计算一下了，因为你现在这个兵要威胁这个马，那这个马不能动，动的话你们看一下，这里串住又是一个牵制，所以这边局面已经开始有一点关键了。对哦，双方现在都还没有吃对方的兵哦，但是现在的关键可能换旗的出现就会是一只大旗这样子。主播，你知道为什么刚刚的局面跟这个局面一开始都没有这个对很多兵对很多子吗？因为这两盘棋目前都是什么封闭性，封闭性，这是封闭性的棋。封闭性大概就是D4、D5的意思。OK， 因为皇后的兵从2步就卡住了，对，所以可能要在中间后面才会有对掉一些子，对，不会那么快的就把局面打开。我相信等一下过1、2轮，开放性的棋就会出现。是，等一下就是讲的又会是不一样，那个就是战术为主了。那现在还是策略为主，现在还是要布局啦，就是把该放的子要放在地方。好，第一个 exchange， 第一个对子。好，黑格象跟马换掉，那黑方的黑格稍微会弱一些，但是也把白方的这个 C 线得打开，弄成一个叠兵。叠兵的状况，对，一条直线呢，只要有2个兵，我们就讲叠兵。那通常的话不会那么好啦，这样子，因为这个兵是被卡住的，是对，是动不了的。但这个棋还很复杂哦，还太早。看一下达伦怎么，现在他的城堡右边的城堡孤零零的，已经可以路线是调通了啦，看他要不要把它调出来使用。好，这个后 A5这步棋还可以。上后了，第一个我威胁 C3，后要吃 C3，他要来一个将抽车。今天假如比如说我吃这边将，然后你用后去挡。那你看这个后在这边，对不对？我就可以吃这个车了，然后顺便离开这个斜线。是，对。哦，就这步棋是可以的。关键喽，可以的。那，白子这边 Darren 就他应该也有观察到，看要怎么守。他现在的守起来比较难呐。通常这个兵是要守的，不然的话黑方就直接多一个兵了。看他怎么守。对。因为他现在的大旗子主要都集中在王毅啊，现在后羿这边其实有点弱哈。对。局面打开还没有那么快，这个棋。一个一个想，来，我们先从这个开始。这个要怎么守？后不能走到D2哦。后跌的话，这一步棋立刻赢棋。因为我现在你们看，我吃后，我抓象，还有后跟马，同时在抓 C3点，黑方反攻的非常的凶。他把象上到了 D3，好，象上到 D3，那就表示白方选择了要弃这个兵，他要把这个兵给对方吃，不然的话。他一定要防守这个兵。好，那我们就看看黑方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要吃还是不吃，这就看他了。那通常是说能吃我们就吃，什么意思呢？假如我们吃完这个兵，我们的局面没有危险，比如说我后被抓死啊，或是我出子太慢啊，之类的，那我就会吃。要是有危险的话，我会考虑，我就可能不会吃了。我这样子看的话，吃的话应该是好像还行，没有问题的。对。好，他先打这个。好，兵吃抓马。对，那这样子现在 Darwin 2只马就都没了。然后他吃将。哦，这个棋算不算黑方占优势啊？白方失去短一位的机会了，因为王动过了。对，他就不能入堡了。对，不能入堡了，王动过了。好，然后这个马，哦，后吃，哦，
我们可不可以讲黑方多了2个兵呢？我们数一下要不要？白方6个兵，黑方8个兵。那现在黑方这个局面，只要稳稳的下的话，赢的机会是蛮大的哈。但是我觉得还不一定，因为好，来，他吃完以后，我看他下什么。他把城堡，他抓，对不对？他抓 D6，好，好，那这步棋呢，象 D6，它是阻止这个黑方入保短一位，因为王要短一位的话，需要经过这个 F8的格子。对，那这个 F8的格子现在是被对方控制的，所以不行短一位，所以这步棋也是好棋。对，而且等一下还包括抓后，这个陈永豪选手也要注意。现在 Darwin 的这一个 D6主教其实威胁性蛮大的，黑方要想办法赶快把他逼走，不然是卡在那个自己的中心点，其实蛮难受的。是。而且这个象要逼走不太容易，因为它还有这个格子可以逃。对，今天比如说你跳马，比如说去抓这个后，去抓这个象，然后这个象去抓这个后，那你看还是在阻止这个黑方来短一位，然后这个后还要逃开，必须要逃开。好，这样子看一下。好，我们看到时间。菲律宾的选手占优势哦，12分钟对8分钟，我没有看错的话，对，是12分钟，对不对？对，没错。好，但是黑方多2个兵，但是白方有双向优势哦，这是一个优势，是因为一个白格象，一个黑格象可以控制整个这个64个格子，黑跟白。菲律宾选手的象玩的还蛮凶的，对，蛮凶的，关键格对。虽然他的2个骑士都被处理掉了，但是他现在用象还是可以持续去对控制住永豪的一些家里的位置哦，让他出兵不是那么的舒服，所以你看他思考时间比较久。对，然后你看这个象，这个象被卡住，好，他走推 A5， 对 A5， 好，这个 A5是要控制 B4，好，这里也推一个 F4 兵，哦，好。F4 兵，他要一个点在这个15格，这个兵可以保护这个15格。那我居然不能从这里抓你的后，那我就要从这里抓后了。抓马还要再抓后，那后不能被抓死啊！后一抓死，这盘棋就没有了，所以要注意。但是后应该不会被抓死，还有格子可以逃。对，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来这边抓的话，可以逃到，比如说。这个 C5 格这个格子，这个格子，只要我这边抓的话，就会逃到 C5。黑方这边跳马上 G4，好 G4，那这步棋呢是要抓双 double attack 或是 fork 或是叉4攻击。啊，对，国王上来保了。好，国王上来。啊，所以现在黑方用骑士跟皇后啊，两边在国王的中心圈来做威胁。他把王，他用王去逼，去逼主教。小妙棋哦，这个象没有很多格子可以走。对，没错，他感觉去哪里都有一些威胁。我看大概只有这个1-5了。那1-5的话，可能就是吃兵吃马后吃，可能就再多一个兵了。对，双方要计算一下，如果换棋的话，关键了。对，我们接到非常关键的局面。好，对方用一个反抓的方式，就是你今天攻我的象，那我不守这个象，我逼你的骑士也表态，反抓你的象，我跟你做决定。因为西洋棋很妙，西洋棋的话，我给你做决定，你才会有机会犯错，因为你要做个选择。你看，他这边弃了，好。对，马打1-3兵啊，这个刺激了哈。这个刺激了这盘棋，因为我这个我马给你吃，但是我也吃你的象。对，那你等一下绝对可以反吃我的后，但是我这里我也反吃你的后。各位看一下，这个局面开始越来越复杂了。对，但是黑方的优势目前现在就是多兵哦，多3个兵。Darwin 出手好犹豫像要摸，了一下，对，
好，决定先后撤，抓，他不能再失去这个主教。好，他吃，哇，哦，好伤吃哦，吃，这个局面要是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黑胜死了。黑的局面是赢的局面了，是因为多子多太多了，多子啊，他哇，他扫后玩呢，这也太精彩了吧！你看，他扫后玩，他就是白方不吃后，因为吃后我会少一个子，那我就把它变成复杂一点。可是这个局面，黑方是胜势的局面。好，现在只要稳稳的下，不要掉后，那陈永豪这盘棋的赢面就很大了。对，好，把主教上到G7，马上开车抓。那象一定要动开，然后后面这个象的后面是谁呢？后面是这个。后面是这个兵在打啊，所以这盘棋应该差不多了哈，差不多了，应该不会下太久了。万一这条G线被黑方的城堡，哇，他推兵，这个太精彩了，真的又弃了一个子，哇，他狂推兵哎，哇，整整少一个后哎，他现在把，好，他走这个，马上就是要把象。赶快开出来对调对，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呢，在西洋棋里面就是对子。今天你在多子的情况下，你就应该要对子。他走这个，然后A6，出城堡来保开，好。没想到这盘棋比第一盘棋还要精彩更多。对，因为 Darwin 选手的风格蛮冲的。是这盘棋，他完全没有在跟你怕牺牲。你看他没有在怕，后掉了之后，他还是下得很积极。是，没错。那当然，这位选手在上次比赛7盘是拿6分的，6分很高，他只输给我们台湾的第一种子白若君，是2400分。对，他只输那一盘，其他全赢。所以确实，他这种 aggressive 的风格，有时候如果万一他的对手慌了，或是考虑没有那么好，可能就会被他的节奏给带跑。是，好，我们现在看永豪可不可以顶住哈？现在在棋面上他是拥有绝对的优势的，是，对，在棋子上加11分，现在是，对。那上次他们也2个对打过，对打过，上次是 Darwin 菲律宾的选手赢了。也就是在这个场地，对，就在这个场地，就上个月团体赛，城市杯团体赛。那今天他可以讲报仇回来了，对。好，看看这里还没有动，他把王走到这边了，他走到这边，然后他兵吃兵，对不对？对，然后兵后再吃兵，象，等一下，他是这个吃。王吃好认输了，认输了，对不对？对，是哇，刚才瞬间双方在中间的那个格子做了一波换位之后，其实这个局就已经到 ending 的状况。对，这盘棋让我很惊讶的，才算结束，还蛮快的。是，没有白方没有给很多的 resistance，没有撑了很久这盘棋。教练怎么点评？好，两位选手的风格。那个陈永豪的选手本身他就是喜欢，他的战术很强，他的策略还算不错，但是战术很强。只要局面一打开来，我相信他的战术是可以有机会胜过对方的。但是 Darwin 这个选手他也是很喜欢气，很喜欢冒险，对，不是属于这种从刚才的风格我们就看得出来，对，不是那种很稳健、很保守的风格。好，那我们看一下这盘棋。D4 F5 马 C3， 你看马 C3 这边就比较少见了。比一般来讲呢，我们都是冲 C4， 好，这边都 OK， 出子大家都出子，控制中心都有啊，都没有废棋。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你这个象已经出到这个斜线了，所以可能没有必要去再动一步棋啦，这样子哈。但这个失误不大了，好，小小的。好，然后陈永豪这边走一个很棒的策略。他是走 BB4，然后要放弃他的黑格象。你看被抓的时候就打掉
然后顺便把后引开离开，解决这个串住，然后就会反攻 C3，然后这盘棋继续。好，他走了象 D3，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要保护这个兵的，我觉得应该要保护这个兵的，他整个就弃了。那我们看看这个弃的好不好？但是你们会发觉陈彦豪没有直接吃，他可能是算到有更好的情况再吃，吃完以后然后再吃，然后他算到什么赚2个兵。好，局面就是对，非常的保守，稳扎稳打。对，黑方这边来讲。好，那白方的机会呢，就是要把后抓死。是后的话，要是没有格子的话，你看这个后其实没有很多格子、对，其实蛮危险的，都被控制。对，这个要算得很清楚。这边都不行走，因为还有象。对，还好有这个格子。这边都不行走，这个有兵，然后对，他就逃到这个格子这边，然后他黑方的王暂时不能被短，因为白象控制了。好，他就马上你看，马上跳进去抓不是，他是走 A5，然后 F4，保持一个点，让这个象抓后。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样子，好，这步棋很特别，把王走上去抓象，那这个象其实没有格子可以走了，所以会被对掉，然后还可以黑方还会赚一个兵，因为你们可以看一下，没有格子可以动，都会被吃。所以白方就用一个反抓的方式，我看也是 only move 反抓的方式。所以他非常喜欢打牺牲，我跟你牺牲，对，我跟你换子这样。对，那就看陈彦豪他是要退还是要吃。那陈彦豪是风格就是说，好，你居然要吃我，那我就死之前吃一个。他是用这个风格吃一个，而且我还在抓后。好，那这个地方呢，他反抓后，那吃照理讲应该还是要吃这边的。把后也吃回去，但是吃回去还是不行，因为我吃完以后，这个马没有被抓死，然后你们看一下，还继续造成王的威胁，然后还多一个子，所以这个也是胜势局面。好，那这边就大概就结束了，因为他选择弃后，就是黑方多一个后，那这边陈彦豪这边后面就不会有问题了。然后你们发觉这里他还把象也弃掉。象也弃掉，照理讲这象应该要动，对，要动开了。但你动开的话，结束也应该很快了，因为他的王已经不安全了，对。然后后面就是推兵，就没有太难了，就开始对子了。你看，要离开这个支线，因为他这个有串住，你不要吃哦，你这个吃的话会被白方闪将哦。OK， 把这个象闪开来，然后带将，所以王平开，好，后面这个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那白方是没有时间去吃这个后的，因为我都是带将。你们看一下，将军，我在将军，所以你吃不到。对，然后后面就倒王了，是这样子，就直接这样。哇，确实蛮风格，对，啊，很不一样的一个碰撞，很精彩，对，还是很精彩。对，不管谁输谁赢。观众看的应该是很仔细的。好，那我们也期待待会在这个第2轮统计完之后呢，选手的状态持续提升，在第3轮我们会有更多精彩的对弈持续在慈惠杯上演。观众朋友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来吧，看看我的新招式。你不管用什么招式，还不是输给我。嘿嘿，这场我一定赢的啦！Checkmate， 这局我赢了！嘿嘿，看你要给我后还是送我城堡？我都不要。你还是会送。西洋棋不只是棋盘上的对弈，它也是一场智慧与想象力的过程。每一个棋子
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独特。玩西洋棋呢，走着走着，我们会运用到逻辑、策略与创造力。对小朋友来说，这是一场游戏；对大人来说，这是一场思考，一场修炼。而最美妙的，这一盘棋成为一家人共享的时光与语言。西洋棋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盘棋，是一场挑战。每走一颗棋子，都像是一位小勇士，在心中思考布局。输了不哭，赢了不吵，因为下一局还有更多可能。嘿嘿，你的马被我撞死了。啊，我完蛋了！那我吃你呀！那先跑。那我冲。那我再跑。那我冲你呀！再跑。那我 checkmate。一盘棋开启了我们的距离。西洋棋不只是竞技，更是连结。在每一次对弈，我们学会倾听、陪伴，走进彼此的心。
好，今天的台北市呢是这个阴雨绵绵哦，不过在我们新店区大丰国小的这个2楼体育馆呢，这个室内却是气氛非常的热烈哦，因为今天我们的114年的慈惠杯全国西洋棋锦标赛呢，在随着比赛的进行哦，现在是大家的状况是持续有在提升的。那待会我们的公开组别呢，会是一场 rematch 哦，观众朋友刚刚如果有在9点。准时收看我们转播的话呢，应该有观察到，我们第一场比赛是杨宗儒选手对上陈友豪选手，但那是因为我们这个赛会啊，今天因为报名的人数多，是总是会有一些选手他可能临时没有来的一个状况，对，所以让这2位选手呢，在那个时间点先来进行一个算是不计分的表演赛，算一个热身赛，对，然后让他们自己也更早就多下一盘棋来，对，进入状况，这样双方也都愿意，就是多练一练，这样我不要轮空，是这样子。对，所以待会呢就会是他们一个正式计分的较量了。那刚才稍早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陈永豪获胜哦。那在这个 rematch 呢，他是执白子，那这个杨宗纬来执黑方。好，双方现在都先出王前兵。这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开局哈，这个叫法兰西防御，对 ，French defense 是。双方都是把的兵线都集中在D 跟E，来控制中间的位置。是，好，白方出马保护1-4兵，因为1-4兵被攻击了。除了马D2，也有马C3的变化，比较不太一样。好，钟儒思考一下。思考，对，因为这边变化还蛮多的啦，可以吃，可以冲C5，可以走马F6，每一个变化都不太一样。那这盘棋跟前2盘棋已经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了，这个局面已经是半开放性了，随时你看，随时双方都可以吃开打开线路的。对，所以这是半开放性。好，把象上到D6，比较少见一点，看看要不要压1-5。压1-5的话，就是赚一步的时间。对，有果然了，对，赚一波时间，逼他做表态。对，好，那这个象要退哪里呢？好，退一格。对，好，也是最好的格子啊。因为你这边走到 B4的话，刚刚那我就反冲，再抓你的象，变成你又要浪费一步棋后退了。那这边可能陈永豪选手可以走 F4这步棋，加强中心，王E开始发展。是这样，他前方就会有一个很稳固的3个兵互相保护的这个状况，是很大的空间的优势。对，那黑方的突破点呢，会是在 C5这步棋是非常 standard 哦，这盘棋是非常重要对黑方的，因为你要是发觉他要是不突破这里的话，你们看他这个象要怎么出，完全被自己的兵都卡住了，对。所以看一下这边他走什么，不然的话就更冒险一点点。F6的突破点，这也是一个突破点。好，我们看看那个黑方的。刚刚的选手往上看了一下，在思考要用什么计划。好，但是白方走 C3先，因为换白。好，那这个就是个 pawn chain， 一个这个像一个链子一样啊，连起来的啊，铁链这样子，我们讲连起来的兵。现在双方的动态大部分都发生在后翼这个位置。后翼对。好，出骑士 H6， 哇！马跳到
旁边哦，我们一般讲说马要往中心跳，对，但是你们发觉在这个局面呢，你看这匹马没有中心的格子可以走，所以它为了要入保，为了要把王放在安全的地方，它只能走唯一的一个格子，就是 H6。是，不过这样马的灵活性就等于少了一半哈，它只少了能往左跳。是的，是的。所以或许陈永豪可以对他的马的这个威胁，将来居4格后，或者是哪里来做一个部署。你看这个威胁，这个马就不能再往前跳了，因为后在这。是。现在还早，现在还是开局，大家都是要出子，但是白方这边已经有很明显的一个这个空间的优势。没错，空间的话，我们就是用兵。好，他走马 F3出子可以。把第2只骑士也召唤出来哈。其实我刚开始下棋，我也是比较喜欢出马，因为觉得它的可以只可以跳，它的灵活性比较浓，对，而且像我，当然我的成绩还低很多，但我就觉得哇，我对于这个主教的使用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好，是对我觉得好像我要再提升，就是我对于主教的这个思路跟战术好像还要再更加强一点。因为象马配合其实是蛮难的，因为你马是 L 型，对，你的象又是走斜的，而且只能控制一个颜色的格子，异色格，对，居跟后就容易了，直的、横的、斜的更容易了，对。但因为居跟后的，因为这个移动特性，后是很灵活啦，居是因为移动特性，前方的这个被兵挡住，它都会在比较大概后半段才会再派出来，是。好，这一手也是思考了比较久哈，最后决定出象，对，出象，这样2个象都压在这个象要去哪里？因为目前还是没有好的格子给这个象。好，白方出象，那这个象第3一定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你把它放在这个 D3 H7的斜线，那黑王将来应该会是在这个格子。对，入保以后，所以这个象很明显的就是在攻击这个方向，是这个王的预先来埋一个伏笔哈。是。这个 C5兵啊，迟早要冲的。是他现在很卡，不然不冲的话，没有子的活动力都被限制。他现在所有的兵线，包含2个象，全都卡在这个7。横排的对，全在7，所以他只有马能跳出来，其他全部都被封锁在里面。是，而且这个马跳出来也不好，为什么？你跳出来，你发觉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对，不能再往前了，都被对方的兵限制，所以这边一定要突破了。黑方围的一步，应该就是要开始要冲 C5，要突破了。对，看一下钟吾的思考会不会跟我跟岳教练想的一样。要把自己这个后翼端的空间感先拉开啊，不然把兵的路线各个棋子的路线给封锁死，其实未来的发挥比较受限。是。时间刚好被挡住，但没关系，大概10分钟，10比12，白方12分钟。是。大概有2分钟的游戏，2分差别，对。好，决定还要冲兵，一定要，是必须要走的，不然这个棋还不晓得要怎么下。好，冲一个 C5兵。对，那 C5兵很重要，是因为你这边有，你们要是记得第1盘棋的话，陈永豪就是冲了这个 C4，你们还记得吗？C4抓这个象，把这个象抓回去，你们还记得吗？这个就是后翼发展，所以这步棋很重要。但是这边的话 ，C4 不见得好这种情况，因为你抓人家的象，人家的象可以退到 C2斜线，还是保持攻击王翼。这边更好一点，可能会是吃开，比如说白方短一位，然后我吃，然后你看再把马跳出来，这个就比较有攻击性了，因为刚刚有兵在守，现在没有了。来 C5， 好 C5， 看一下，邀请陈永豪要不要来做一个
换兵的看这个会不会吃动作。对。那兵吃兵的话就不太好了，对白方，因为你这样子让黑方的象，你看，对，吃兵有加一动出来，对，让人家的象活了，更活一点啊、空间，有更多的格子可以进攻了，所以白方主动去吃黑方也不好。这边的话，正常的短一位应该是很 natural 的一步棋哦。对，先做一个入堡的动作，对，入堡也是让国王跟城堡互换位置哦，是一个很高效率的一手棋。是，对。那车跟双车也会通，因为你短一位以后，把这些后跟这个象出去了以后，发挥以后作用，然后这个2个车就互相打通，互相可以保护，这样子，这也很重要。所以看一下永豪的想法，来自台北市的智仁高中啊，也是本届报名选手里面积分最高的哈。我们讲中职第一，对，他现在积分有1827分，台湾积分，这个是台湾积积分，对，1827，对。那陈永豪这位选手学的年龄大概有10年了，哦，他是大概中班还是大班开始接触的，对。然后很多比赛都是从小就拿很多的冠军，是。那只不过在国手选拔赛，从大班1、2、3年级都没有成功拼到国手，结果到4年级的时候，就是将近10岁的时候，他拼到国手了。是。找那个智慧了，那个时候我就带他去那个参加世界青年杯。世界青年杯，当年在哪里比？在中国大陆。哦，在潍坊。OK。对。哦，说到中国大陆，其实现在在亚洲来讲，听教练说，跟印度哦，算是现在在西洋棋方面最出色的2个国家。对。好，他这边做了一个吃，那我们看看他有什么计划。哦，哇，所以还是选择要看看有什么计划。C5兵给敲掉，哎，他会不会是想把这个马调到D4呢？因为这样露出来一个D4格，我们看一看。不然的话，这匹马没有格子可以走，这里是不可以走的，因为这个会被抓双。好，马 B3的话，一吃的话，一冲的话就被抓双。他选择吃，那我们看看对不对？是不是把这个马会调到这个中心的格子？好，这边正常来讲应该就是黑象把那个兵吃回来。好，对，标准的操作。好。那这匹马绝对是可以跳到 B3， 去做一个威胁，对，带抓这个象，然后等一下跳到中心，不然的话就是直接短一位，这2个可能是最好的 choice，最好的选择。因为这盘棋的开局双方还没走完呢你们会发觉这4个棋子这4个棋子，我们讲还在睡觉对，都还赶快起来打仗，还没有活化，对，赶快起来。目前都各拿掉对方1个兵，对，换掉一个兵的状况而已，所以还没有开始整个全面杀开的，还没有。对，但是可能我相信不会离太远。是，对，只要大家一把子出来，大家就是开始要下中局了。中局的话就是主要就是要攻王。其实最近西洋棋还蛮多话题的包含这个我们的挪威棋王 Carlsen 他最近办了一个网络赛，哇，他是在网络上挑10几万名网友啊，是，对，14万人的网友，没错。当然网友的那个是用一个多数决的统计啊，但是也等于是他跟一个大数据在对抗，是没有错，一个线上的一个比赛，非常有话题啊。主播知道后面的结果是什么吗？好像是和局，没有错，代表大家这个上万个臭皮匠还是跟诸葛亮打了一个和局的感觉。对，众人因为当然 Carlsen 现在算是现在的天下棋坛第1人是，我个人也很欣赏他。
好，这边陈友豪刚刚走我刚刚讲的计划嘛对， ，B3 他跳抓 B3向他把后撤，象退回去 B6，保持这个斜线。对然后呢，你看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马尽量不要跳旁边，跳到角落，因为你看象吃，是，然后只能吃回去，然后我们造成一个黑方叠兵。这个叠兵的话不太好，不太好，因为后面的兵被挡住了，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兵冲不起来。还有更严重的，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王要安全嘛。那你看看，我要是短一位的话，对你前面就空了，空的，整个扫这个兵了。这个兵照理讲应该要在这里的，继续保那个但位置。是因为黑方选择马往旁边跳，然后白方吃了以后，这个兵形就损失了哈。对我们讲不健康的兵啊，这个是不健康的兵。好，马上你看，马上去抓这个兵。这里陈友豪触动他的皇后，皇后一旦杀到战场前方跑起来，这个杀伤力就很大了，很大了，要跑到王毅的去攻击了。后 H6以后跑到 G7，包括抓这个兵，而且这个兵不止被后等一下可以抓，还有这个象已经瞄准他了，是，还有更重要的后吃车，没错，后威胁车。所以现在杨宗儒的王毅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被开了。对。因为他的2个主教现在都调度到左方了，所以走这种斜线的几乎没有。没有，尤其是那个白格象，你们看一下，没有用，目前。被自己的位置都被自己的中心兵限制住了，被卡住了。对。所以，然后后第2这边我要讲一下，就是你除了正常的短一位之外，你们可以看一下还有长一位。对。因为我后的这个第1格空出来了，是，我现在可以这样子，比如说我短一位好了，比如说了哈，你看我除了短一位之外，这是短一位哦，把王放在安全的地方，在王翼，那我这边也可以长一位，你们看一下，这个叫长一位，我把王放在后翼，然后你看2个车就通了，同时就活化了，是，然后他们或许就可以在这条线上来做一些想法了。是，看看是还要再开更多的线呢，比如说 C 线呢，还是从王毅进攻？但这边的话，其实，白方并不需要再冲兵去打开这个车的线路，因为这个后已经很明显有这个线路了。我现在还不晓得这个要怎么守，我还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对，因为可能没有。你们看一下，我要怎么守这个兵？真的都太远了，感觉有点不行嘛，救不了近火的感觉。对啊，这个不可能嘛，对不对？兵吃后，兵吃后，这个也不可能。对，马吃后，位置被踩死，对不对？这里也不可能，白马也把后吃掉，所以这个兵是我看只能往前了。还是说，如果把右方的那个主堡调动出来，会有比较好的选择吗？那这个就是用反抓了。各位看一下，这是反抓，就是我吃，你也吃，会是这样子。对，这可能也是一个 idea。对，就打破现在比较被动的格局。是。对，下棋的话，各位观众尽量不要太被动，不要太被动，因为只有进攻的那一方才真正的有机会赢。你太被动的话，等于你的子都被卡住了，你没有办法有机会。只是在守而已，只是在守，等于是你在等对方犯错，那这个机会真的是太少了。对，他这边思考了良久，他把后走到1-7，是不是？对，上后到1-7 ，OK， 是。好，可能也是赶快把后调过来做个牵制，顺便保一下。我相信他可能马 C6要长一位了，这里，他把王躲在后翼。没错，因为他现在右边这边太危险了，他的那个太危险，他的那个居格兵吃了。好，这边还是发动攻击，把 H6兵给打掉。好，黑方我想这边应该很可能会是跳马，然后赶快长一位，比如说我后 G7，比如说这边出马，然后我后 G7，我要抓车。那我可以不要动车，我可以长一位，这样子长一位以后，比如说我短一位，比如说我长一位，然后你就发觉后进来就没有用了，对，
后继良就没有用了，是因为我2个车是互相有保护。是杨宗儒跳马了，好，跳马 C6 嘛 ，C6 好。好，这边后1-7，那白方先走了什么？我看一下哦，后吃兵，然后跳马 C6，好。所以目前跟教练讲的剧本差不多，可能宗儒待会就要来进行。你看马上的串，从另外一个点来做压迫。但是这个串还好，各位，这个因为后面的分数没有很高，后面的分数其实跟你的象是一样，所以这个串不算什么，这个只是把象调到一个调到一个更好的位置而已，对，所以这个串不算什么。我们一般讲真正的串是你威胁到对方，对。好，长一位，先来赶快把握时间做一个长一位。好 ，Castling， 这样自己的国王感觉比较有比较保障一好点的，对，不然刚才那边你看有5个字大开的感啊，把它困 cover 住，把它保护，把它包住，然后顺便把安全一点。左方的那个主堡也对很大的决定，象换马是象换马，象吃吧。这边一定要吃回去。对，这里要吃回去。看是兵还是象，只有这2步。推兵的话，也可以在对国王的前方做一个保护作用，看他怎么来思考。只是这个白格稍微弱一些，但是推兵也是可以的。对，也是可以的，因为你这个也是加强你的中心。是，对。这个就是看个人了。对，我相信这边应该兵吃。象吃应该对，看他喜欢什么的做法。我个人的话可能会上兵，对，因为我象发挥的比较没那么好，而且我觉得上到白格象的话，又会被自己右方的那个第5兵给阻挡。我在开右路的部分，所以我个人会选择对上 C6 兵。宗儒在持续思考，宗儒走了象，他上象 ，OK， 象吃 ，OK。那你看刚刚我讲的这个点，这个第4点，因为白方有2匹马都可以到这个第4点，对我跳进去了，你把我消除了，我还有另外1匹马，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一个铁马啊。这个铁马的意义就是不会被赶走，不会被对方的兵。被抓被赶走，对，看他随时应该可能会跳第10，但是他也有可能要先做一个短一位的这个动作，短还是长他要考虑一下，对，毕竟这个象等他跑到这个地，比如说我随便动这个，然后你看这里，阻止我这边就阻止白方短一位了，因为这个王要经过，好，他跳了右边的马，先把第4的位置给踩住，好，马 F。D4，对，这个叫连环马哈，跟象棋一样，而且同时对前方的这个 C6 主教还有威胁，对1-6兵做威胁，而且还右方还有个皇后在保哦，是，这个吃完以后，马吃完以后还有威胁，这个后还有这个车，所以等于是吃完以后。黑方马上要吃回来。过来出城堡了。5，好，这个威胁，看看这个要对城堡G8怎么守这个兵，还是要弃？我们看一下，弃的话就是要找补偿哈。对 ，compensation 就是虽然我掉了这个兵，可是我有其他的 area 啊，其他的这个攻击的点啊，这样子。那不弃的话，那就做正常的防守。只是这边要是短一位的话黑方有可能先走这个带抓后，带抓后，把后先赶走，对不对？一定要赶走嘛，不能吃嘛，因为这个2个兵守住。等到后离开了以后，突然你看。黑方有棋了，黑方在反攻了，对，爆破了，是。好，看他做什么决定。是。好，他走 G3，他走 G3。各位看一下，没有这个兵的话，这个 G9再见了，就掉了。假如没有这个兵的话，
所以白方这边可以走这个 G3这一步，那是因为这个兵在这里，D5把这个象卡死，不然的话这个车就掉了。好，他抓后退回来。这样目前在右边刚才的这个危险性哦，就稍微暂时化解了一点哈。是，不然刚才永豪的这个对于后踩在那个位置上，对于中路来说，冲一步这边，这是好像只有一步，对，摆回去，会比较没那么舒服。对，第二，对。这样子看的话，这个棋应该还是白好，因为白第一个多一个兵。然后白方的双马这种情况不会输给双象，除了那个兵之外，因为一般来讲双象优势就是双象的是一种优势，因为所有格子都控制，64个格都可以控制。但这种情况白格象不厉害，因为白格象是被自己挡住的，所以这2匹马不会输给这个双象。今天你就算你打掉哦，你看我另外一个马跳过来。这个马跟这个象比，这个马绝对不会输给这个象，因为这个象是被挡住的。好，后第二，我们看他怎么走。他开到 GF8哦，难道他想冲 F 兵吗？对，他开 F8长一位了，把王马上离开，先做一下移位。是。双方的王都在后翼。好看这个长移位完之后，双方会不会把重心哦再转移到左边？刚才把战线拉到了右边之后，现在我看看，我看到白方的时间，哇，剩下1分钟30秒。对，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大家要思考比较久。对，我冲了一个凶了开始冲兵，凶了，自己王也不顾了，就是要冲，也大概是黑方唯一的机会，往前冲，逼的这个白马要后退。对，好，看看白方会怎么做。目前在次子积分上是按错了，白方的陈永豪有1分的优势，他吃掉了对方的2马跟2兵，是。而在中卢这边是吃掉了陈永豪的2个主教加1个兵，是对。那你们可以看到，各位观众，这个马等一下被抓走的话，只能退到这个被动的这个 A1格，太角落了，不太好。所以我这边可能会建议一下，看看会不会马吃象，然后马再跳回来，我们看看会不会这样。补这个位置。对。好看陈永豪这边要不要做一个？因为他 A4是不可以走的这个我要先讲。A4的话去顶住人家的兵，因为你这个兵没有被这个任何的白方的子保护住，所以这个我就吃掉了，白白送一个兵送的话这又是一个牵制所以这边 A5以后我们看看他应该我相信他时间还很多，他几分钟？看不到，没关系，应该时间。好，他冲着冲兵，冲了一个 F4兵，他冲 F4，OK。好，那被抓那怎么办？厉害！你看他还是采用我的刚刚我讲的。那我现在我不退啦，我可以先对调啊，对不对？先对调，而且这里不能吃这匹马当然，因为我要吃后。那你就吃回来，我的马再跳到第4。对，他的马没有跳到 A1，非常被动，在角落没有。那这个兵型，这个 pawn chain 也是很厉害很坚固的一个兵型。没错，黑方要破的话非常不容易。黑方要破这个兵型的话，应该是需要 H5、H4 这步棋。我兵跟兵要互相吃。然后跑到这里吃开以后，才能有机会攻击这个点，不然这个兵型太坚固了，打不进去。对。
哦，好，他这边走了一个走王国是不是？嗯王好，这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考？他这个兵哈 C6的兵被威胁，对，所以他把王走上来，哦，上来要就是王为了保护哦这个兵。那当然你也有其他的方法了，你也可以走这个啊。可是走这个会有问题哦，你更多的弱格露出来了。你看，有马 B5，然后马 D6，铁马将军都出现了，所以他选择这个王。王下来保护这个兵。好，我们再看看。那陈永豪的双车还没有真正的发挥作用，是位因为置被卡住，被卡住他把车现在通线还没有。对送到 A8的位置，他走 A3，然后车 A8这步棋。好，后 C5。哎，等一下，没有，白方走了一个什么？哦，白方先开一个车到 F1，然后后 C5。好，往前推，冲，对，突破了，兵往前冲，抓兵抓车，看看他是动车还是兵吃兵。对，换，哎，是不是超时？没有错啊，这里黑方超时了，黑方我没有超时看错。哈，但是这个局面其实已经很难下了，是真的很难下了。对，白方的这个压的很高哦。那各位刚刚看到他们认输的这个动作就是握手。对，一般来讲说，你只要跟人家握手，基本上你就认输了。好，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双方在调动上是各有想法，然后只白棋的陈永豪在部署上哦，包含他这个兵线的稳固度都还不错，所以在一些下子的思考上，他的速度就比较快，所以他最后是靠着这个时间的优势，靠时间赢，对，谱可能也比较熟啦，是这个也很重要，好，我背谱们请也很熟。这个岳教练帮我们来这个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好，我们来 review 一下。那白方这边选择了开1-4哦，这个就是开放性的棋，那完全是打开放的哦。对，这个你看，这个象啊，这个后很快就可以出去了。1-4是讲开放性的棋。好，黑方选择走法兰西防御，这个又变成半开放性的，不是完全开放性的。开放性的会是1-4-1-5，然后我们就杀得很快。你看我象 C4，象 C5，我后出去啊，我要一步杀王了。这个就是开放性的棋，完全是展开这个战场的哈。他黑方走1-6，好，那这边就可能要会一些谱了哈。正常的话，最多人下的是D4，这步棋的话就是控制中心，对，控制中心的位置，把双象打开这样子。好，黑方马上反击 D5。因为你不走 D5的话，比如说你走 D6的话，你会发觉这两个象完全是被卡住的，所以这边一定要反击。好，那吃的话没问题，吃开就吃开 ，open game 了，完全开放了。像双象是通的，后也是通的，对，吃开的话，好，那白方选择马 D2，出马保护这个兵，这个兵要保护。不保护的话，我就把你白白的吃掉。我不管是不是叠兵还是什么，我不管。比如说我举例子，比如说我白方没看到，或是我不想走一个别的，这个好不好？你看，就白方多一个兵，然后白方可能还要花时间去把这个兵吃回来。那这个兵有对白方的出子有打扰到他吗？当然有。你看你的马就出不来了，出来的话我就把你吃掉。象呢？也出不来了，因为我把刚刚你们看到陈永豪的象在D3是一个很好的斜线，但是因为有兵在E4，所以我这个整个都出不来了哈，所以这个兵是很重要的，各位兵都不要掉哈，尽量不要掉。好，然后这边出象，出这个象的话，我觉得也不是这么好，因为你出到这边的话被抓，白方赚一步棋，我往前冲抓你，你就只有在后退了。好，然后 C3， 我刚刚有推荐说有 F4这步棋可以多加强这里，但是其实 C3 跟 F4 其实这个也只是一个顺序的问题。对，比如说我走 F4，那黑方要是反冲 C5 呢？请问观众，请问主播，这里是兵吃兵还是走 C3？
我个人会喜欢兵吃兵啦，兵吃兵对我喜欢跟人家换。好，兵吃兵，白方的象有一点通，但黑方的象也通了。对，这个也通就了，这是一个变化，当然，但是比较常见的一定是 C3，我控制中心，是做所以一个保护。对，所以这步棋主要就是保护这个兵。假如你吃，我吃上来，是这样子，然后这个象你会发觉就没有太大的作用哦，它是象还不能来这里，因为来这边的话会被我这个兵吃掉。是，好，把那个位置给踩住。是，好，那这边就 C3，好，吃，哎，不是，等一下，我看一下这边刚刚他怎么走的。C3，然后这边刚刚还有棋谱吗？我看一下，各位，我看一下棋谱这边。好，我们看一下，好，这样可以哈。好，哎，这样子有被切到，对不对？好，没关系，我这边看一下。好，这边好，这边 C3，然后他走马 H6，对不对？好，马 H6，这个马没有太多的格子可以跳，所以要跳到旁边一点。好，白方出马，好，出象，这没问题。象 D3，这一定是很好的象啊，这个象一定是很好的。这个象反而我看不到它的将来啦，它的 future 我看不到，因为暂时这个兵被卡死这个象，所以这个局面一定是白方好。好，你看黑方一定要突破，这步棋我刚刚有讲，一定要突破。比如说我今天不突破，我走这里，我稳稳的下这个，那你这怎么办？这个象看不到太阳，没办法，对，完全都被自己人卡死了。一个子不好，所有的子很可能都不好。你看一下这个嘛，也没有格子可以跳，也没有格子可以跳，变成怎么了？要跳到这里了，要跳到旁边了。那白方又可以考虑看要不要把它换掉，然后又把黑方这个兵形又损失了。好，然后 C5 突破，短一位，好，还没有短一位哦，他走低吃。那我相信这边他低吃是因为他要利用这个低4格，因为平常来讲一般比较不会去吃，因为你吃开的话，你也是让人家的象可以瞄准到你的王翼。但这边的话，陈豪的想法是对的哦，他是用这种吃，然后我抓，我调整我的这匹马去抓你的象，这个象没有根啊，没有根的意思是没有被保护，所以我抓，好，象退回去以后，然后先把对方的马打掉，换掉啊，这个不是转这匹马，各位哈，这个是换掉，一个吃一个，3分换3分，但是破坏黑方的兵形。好，这就是一个叠兵了，然后这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兵。没错，刚才教练有特别讲这个，你觉得这个 move 来说，对黑方来说局势比较不利了，局面不利了。对，你看马上就是很简单的一步，后D2抓这个兵，这个兵要怎么守？比如说你今天冲下来，比如说，那我后移过来，是不是这个兵还是会掉？对，是迟早的。这个兵还是会掉。你说你再往前冲，有这个后保护，可是我这边我又有马可以吃，所以这个兵掉了啊，这个兵太弱了。对，好，他没有短引位，等一下他走了后1-7，好，后1-7，可能就是要准备要长一位，就是我这个兵给你吃，但是我赶快把我的王调到另外一边，所以我弃兵，那个兵就弃给你了。好，吃出马，白方这边走了，我看短一位吗？不是，白方走了 BB5，对，他去要这个象去换这匹马哦，是，对，让这个黑方有双向优势，但是这个象不给他这个象是变很通的象，所以不是问题。好，然后这边做一个长一位，长一位，好，我就打了，你看，所以这步棋是完全按照陈永豪的计划，他这个不是随便走的一步棋，你看他走这步棋。他这个脑海里面就是想，我就是要把象换马，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策略。我的亲子没有比你的亲子强，那我就换掉哦。长一位吃，那这边当然兵吃，主播你刚刚有讲兵吃，兵吃当然也是可以的，他选择这不是问题，他选择象吃，对，象吃，然后这边他走了马 FD4，我把马卡到这个D4点，稳住这个中心。我不怕你象打马，因为我还有马可以吃。对，或是甚至我兵吃也可以。
不是不行哦，我可以改变计划。刚刚我的想法可能是马跳到第4点，那我可以用兵吃。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王在 C 线，你在 C 线我就可以开车了，对准你的这个王翼对到你的那个王了，对不对？好，然后他把车开这边抓兵，那这个兵守一下吧。最简单的下法就是 G3 哦。G3是最简单的，是用后面2个兵来保。对，因为你短一位的话，就是我有讲到的时候 ，RG6，然后你把后拉开，因为你被抓，然后马上就是你看，黑方开始有一点点反击咯，你变成真的现在要走 G3 了，然后这个兵开始就要冲下来了，黑方开始有反击的机会了。对，所以这边最好的就是简单的就是 G3 去守，好抓退。这里是最好啦，你说有没有别的格子可以退？这里跟这里的话，有点被挡住，你知道吗？被挡住，所以把它拉回来比较好。好，他吃马吃，不是，他这边是走 RF8，对，这步棋有点奇怪。好，长移位，冲 A5。冲 A5的话呢，一定就是要 A4 抓这匹马。那我刚刚有讲说，这匹马被抓的话会跳到不好的格子，这个我们尽量不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卡到角落。是，对，所以这边选择去换了。对，他去换。对，但是现在他一定看到我不急着换，因为你抓我的时候，他这边走了 F4，先把这个兵先稳住，然后我现在抓呢，那我的马要被动吗？跳到这边，然后再花时间去再调到别的格子吗？对不对？他选择好，那我这时候就吃，对，我这匹马就可以跳过来了。那因为这边我吃完，我是危险带抓你的后，所以你不可能吃我的，不可能吃我这匹马。用兵来先把马的危险消除掉，然后马跳到D4，攻击这个兵。好，王走下来，然后白方呢？白方先走 A3， 可能是阻止这个兵再往前冲。是，好，然后他把车开过来，但这步棋我不太了解作用是什么可能是要保护这个兵，但是这个兵，我觉得白方应该是不会去攻击这个兵的对，但是 OK， 车 A8， 然后白方走了 GHF1 为什么要讲 GHF1？这边呢跟那个记谱有关系，因为你这边讲 GF1， 这2种情况，你看这2个 G 都可以 ，D 线跟 H 线都可以跑到同一个 F1 格，所以这边我们就会指定是哪一个多加一个 H， 对，好，GH1，然后这边很明显的是要突破要突破。好，那黑方走了后 C5， 然后白方突破了，抓2个抓兵，那看抓车跟兵。那看看是黑方会吃，还是会逃开，对不对？还可以下这个棋。当然，白方的优势还是很大了王比较安全，对，然后兵也多一个。整个格局来讲这个马也非常的好。黑方没有反攻的棋，这个棋只有白方慢慢加强这个攻击。所以刚好在这个时间点。这个15分钟也到时间了，所以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得到陈永豪其实在整个布局，包含后面的这个大局观其实都是更有这个结论性跟想法的这样子。对，好，那今天也真的非常上午的场次还好有这个岳教练帮我们这样复盘，相信观众朋友一定都会对选手们为什么下这一盘棋，跟他背后的思考跟逻辑是什么，有更深一层的了解。那我们在刚才的这一轮结束之后呢，会进行到一个用餐的时间。那也提醒您，我们会在下午的12点30分再回到我们词汇杯的转播现场，大家也可以先休息一下，补充一下脑力，因为看下棋其实蛮需要思考的，精神很重要对，我们待会下午2点半，我们再回到转播现场。那也提醒您在中华民国西洋棋协会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以及 Hot Sports 跟动之 Sports 都可以收看。那如果您对于西洋棋有任何的想法呢，其实这些平台都有这个留言区，也欢迎大家多多留言来跟我们互动。那我们待会见。再见。